不是温柔、善良、胆小，但是事实上我给所有人的印象都是这样。劳荣枝终于被执行死刑了。这个背负了7条人命的女魔头，竟然在执行死刑前对家人留下了让人深思的遗言。那么劳荣枝都留下了哪些遗言呢？临死之前是否给被害家属道歉了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就和大家聊一下劳荣枝最后的遗言，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，谢谢。第一个，终审执行死刑，请记住今天2023年的12月18日，曾经轰动全国的劳荣枝罚死刑一案，迎来了最后的宣判。罪大恶极的劳荣枝最终也没有迎来2024年。就在今天，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死刑命令，对劳荣枝进行了死刑执行。今天我们再简单梳理一下当年劳荣枝和法子英都犯下了哪些过错。就在1996年至1999年期间，劳荣枝与其情人法子英利用劳荣枝在娱乐场所从事陪侍这个服务，物色作案对象，与法子英共同实施暴力，取他人财物或者是绑架他人勒索财物。两个人在江西省这个南昌市、浙江省温州市、江苏省这个常州市、安徽省合肥市共计实施抢劫、故意杀人、绑架4起，共致7人死亡。在1999年的时候，法子英在合肥落网，劳荣枝则伺机潜逃。同年11月，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，被告人法子英因犯抢劫罪、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死刑。1999年的12月，法子英执行死刑。俗话说得好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2019年10月，潜逃了20年的劳荣枝被福建省厦门市警方抓获。这是整个事件的大概的脉络。当时在2019年抓捕这个劳荣枝进行审判的时候，劳荣枝是拒不承认的。那么我们再说一下第二部分，拒不认罪。从2019年劳荣枝被逮捕曝光出来的一些画面来看，劳荣枝完全展现出一副可怜的一副嘴脸，简直就是伪装这个傻白甜那个凶残的人渣。在整个这个案件曝光的时候就是网上有很多消息，大家才认识到这个无耻、狡猾、凶狠、恶毒，暴露这个他的一个本性嘛通过装可怜来获取信任和同情心。在审案过程当中，他这个情绪流露出来的可能是真实的，但是实际上也是为了掩饰他的罪行。从2019年劳荣枝被逮捕以后，就被审理的时候，劳荣枝就一直是否认了自己涉及谋杀的一个指控，并在完整的证据面前，一审就被判处死刑的时候，劳荣枝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，拒不认罪，声称那都是法子英干的不是我的，法子英才是真正的罪犯，他是无辜的，而且他拒不认罪还要上诉。结果在2022年8月18日，劳荣枝这个案件进行了2审，在2审当中，他依然坚称自己没有杀人，态度比1审更加强硬。而劳荣枝没有想到的是，4起案件7条人命，不谈劳荣枝有没有真的动手杀人，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被胁迫的，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被害人确确实实是他骗到出租屋，并因此而丧命了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就凭这点，你劳荣枝能够脱掉关系吗？劳荣枝其实已经在逃了20年，你怎么不想想你曾经迫害的家庭生活有多么的艰辛呢？但是好在公平公正的法律可以给这些家属一些公道，以此来慰藉逝去的生命。那么劳荣枝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又有什么遗言呢？我们说一下第3部分，临终的遗愿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万万没想到，劳荣枝最后的遗愿竟然是希望家属帮他还清花呗，就是支付宝的花呗。那看到这条消息，我真的挺无语的如果劳荣枝真的是这么一个遵纪守法的人，你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真是可笑至极。与此同时，劳荣枝在被执行死刑之前，终于向被害家属表达了歉意。也许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犯案无望，才彻底的放下了伪装和对罪行的否认。执行之前为何不道歉呢？其实道歉就是承认罪行嘛。而现在呢，都判死刑了，是时候给自己和别人一个最后的交代了。其实纵观整个劳荣枝一案，他既害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今天劳荣枝已经
伏法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而那些被他残害的死亡的人也可以得到瞑目了。这也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。就在今天，当时被劳荣枝杀害的小木匠那个女儿也发了一段视频，她表示了等了整整24年，终于迎来了这一天。虽然劳荣枝这个死刑不能弥补这些年给家庭带来的痛苦和伤害，但是今天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终结永远创伤的时刻。劳荣枝案终于执行死刑，不仅是对罪犯的正义制裁，更是对法治社会的坚定宣誓。这一案件的终结，相信为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公正，也让人们对法律的威严有更多的信仰。好，视频完整理网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大家批评指正。风格8点半分享到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